Hello，欢迎来到咸鱼读书。这个频道是我放各种读书心得，主要是语音的形式。你有想推荐的书也可以留言告诉我。我最近读的这本书是在介绍一个蛮有名的人，荣格。书名叫做《荣格：思潮与大师经典漫画》。这是一个用漫画介绍各流派大师的丛书。因为我很常在心理学或是灵性、占星的领域听到这个人，所以就借了一本他的生平介绍来看。他的人生蛮精彩的，敢爱敢恨也很会享受，属于那种走了没什么遗憾的人。看他的生平会有一种畅快淋漓的感觉，好像自己也经历了一场拼尽全力的冒险。他留下来的理论同样大胆创新，又有奇幻色彩。从心理学、精神分析、占星学、宗教、炼金术、量子物理，他什么都能研究。连纳粹党他都能相处一阵子，感觉没什么事他不敢做。先进入预警的部分，这本书应该是没有什么让人很反感的内容。我知道有一些人不喜欢它，是因为觉得不够科学。因为他除了是心理学家之外，还研究了很多跟神秘学相关的领域。硬要说有谁不适合读这本书，大概就是如果你很讨厌星座、MBIT、梦境预测，觉得这些都是迷信，那你大概不会喜欢荣格。如果你能接受，那就看下去吧。他人生各种面向里，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部分，大概是他跟灵界接触的经验还有程度。我之前听朋友谈这个人，知道他作为心理分析师有涉猎星座。也许是因为现在有一些灵性老师也会有心理咨商的经历，所以我当时并不觉得这两个领域结合会有什么问题。但是看书里的描述，这在他那个年代好像不太被接受。而且现在的咨询师兼占星师，通常只是拿星座来描述你的问题，可以算是科学为主，灵学为辅吧。但是荣格在我看来似乎有一点反过来，这并不是说他的学说有什么问题啊，而是他的灵感几乎来自我不太确定应该要称为幻象还是超自然现象的启示。他还是会用科学方法去确认这个假设。可是他这种研究方法就让很多人看不惯，直到今天也是。举个例子，就像我听过一个印度数学天才，他每破解一些很难的题目，人家问他是怎么想到的，他都说是女神在梦里告诉我的。就算他真的解对，他的同事跟同学听到也是很不爽。不过你要说荣格怪力乱神，他也不是神棍。据书里说，他的某一些预测真的是准的，或是他根据幻象推测的方法，用在咨询的医疗上又真的有用。不要误会哦，他的智商只有谈话，没有做法。他只是在研究理论的时候有涉及超自然。至于他为什么会有这个体质，因为他身边的人就会通灵，好像可以用阴界倒流的家庭小孩比较容易看到鬼来解释。他本人看起来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不过书里面说瑞士乡下人很常有灵异经验。他对这点没有展开说明啦，但是我还蛮好奇原因的。他的外公是牧师，然后外公外婆跟妈妈据说可以跟外公第一个老婆的灵魂对话，然后他还有8个叔叔是神职人员，应该算是有新教跟异教的双重信仰。他也参加过降临会，然后表妹就是灵媒。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他很多次的预测，我简单的讲3个我个人觉得最猛的。这3个如果属实，其实他直接收钱算命应该就赚爆了，根本不需要做研究。第一个是1913年，他开始看到重复的幻觉，有什么东西在攻击瑞士，山脉在帮忙抵挡，然后就是很多的尸体跟文明的崩溃，
海变成血水之类的景象。这段书里描述的有一点模糊，还有其他的情节，但是大致上就是大灾难。然后隔年的8月就一战爆发。他对此的解读是，这个是集体潜意识，他是收到其他人的想法。这个有点像一个预言日本7月5号会地震的漫画家的预知梦能力。第二个是他69岁的时候不小心摔断腿，又心脏病发，因此有了一次濒死经验。所谓的逢九必衰嘛。这里的剧情略过，最后他现实中的医生在他的梦里用一个炼金术士的形象告诉他，他还不会死，所以要他回去。他觉得医生用原初形式来找他，是因为冥冥中定下了某种教义。说实话，这段我听不懂，所以不讲解。大致上就是炼金术以命换命的条约，所以他预测他的医生会死。那当然没有人愿意相信他，可是不久之后医生真的死了。所以到底是他的理论真的有用，还是他乌鸦嘴，就不得而知了。最后一个例子比较轻松，但依然很神奇。他有一次在社交场合教别人心理学，随口编造了一个例子来讲解，然后就被人家拉到旁边去骂。他被骂的原因是因为他随便掰的那个例子居然跟对方的生活完全吻合，等于是他在不知不觉中把人家的隐私在大庭广众之下讲了出来。至于是什么劲爆的内容，书里面没有讲。第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社交，包含跟女人的社交还有外遇。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跟通灵一样猛，甚至以现代来说，这个技能好像更重要。因为毕竟通灵还蛮讲天赋的，但是只要肯努力，成为社交达人的可能性高很多。荣格应该算内向人，所以这个跟外向无关。其实书里没有特别提到这件事，但是看他的生平隐约可以看出来。例如说，他很快就打入弗洛伊德的阵营，国际心理分析协会，虽然2个人4年之后就决裂了。他还有一些跨领域的科学家朋友，这个对他后来的研究很有帮助。他也跟纳粹周旋了一阵子，后来因为他们开始要求他做违背原则的事，所以又掰了。他跟弗洛伊德绝交之后创立的分析心理学会有很多女性的追随者，这让他的老婆很困扰，而且荣格确实也有一个情妇。这段三角恋还是同事关系，就是办公室恋情，这个部分还蛮抓马的。你们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找其他的书研究一下他的异性关系。这本书虽然是他的生平，但是里面也花了很多篇幅来介绍他的理论。他跟弗洛伊德最不同的部分，应该是他不喜欢用性去解释所有的现象，以及他的学说里面很大量的引用神秘学的概念。他研究的东西非常多，所以我一样是挑几个我觉得有趣的观点来讲。当然，心理分析最大的目的还是治疗精神疾病，只是看你用什么方法而已。荣格比较常用的方法是鼓励病患接受自己的梦或是幻想，把它们整合进意识，成为积极的存在，也就是鼓励人接受自己压抑或是黑暗的那一面。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女患者的例子，这个例子我看了觉得蛮感动的。我觉得即使我们没有钱去做心理分析，也可以学这个例子，用比较正面的看法去看待梦里的事情。这个例子是，有一个年轻女人梦到一把古老的剑。在一般的解梦里，剑通常象征男性气质，或是权杖、男性生殖器官。这点在弗洛伊德派的解释是认为女性有恋父情节跟阳具倾向，但是荣格给了一个很有趣的解释。
他问这个小姐有没有在生活中看过类似的物品。病患说他的父亲有一把短剑。荣格接着问他对这把剑有什么联想。这个女生就说这把剑上面的装饰很像他凯尔特祖先的图腾。凯尔特人就是红头发的苏格兰人或是爱尔兰人，也就是英国那块土地以前的原住民。他说父亲的气质就像这把剑一样勇敢、意志坚强。荣格对这个梦的解释就是这把剑就是这个小姐需要的武器，她继承了父亲的勇气，只是一直没有发挥出来，所以这个特质就在潜意识中用剑的样子出现。他认为患者应该把这个武器整合到他现实的人格里面。我自己是没有试过这套疗法，但是挖掘隐藏人格的优点，然后积极面对生活的这种解梦方式，我很认同。荣格对星座也有一些研究，他看人准不准，书里是没有说，但是他提了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有点类似现在有人会用星座去预测未来的大事件，但是他用的是集体潜意识跟宗教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而不是真的在观察星象。应该说他不是在预言，他是在解释那个预言的结果。如果从地球的角度看出去，春分的时候太阳会位于某一个星座上，但实际上这个星座不一定是3月春分出生的双鱼座，因为这个点会慢慢的往西移动，它会往12星座逆行的方向走。例如说这个点现在正处于双鱼跟水瓶中间，往水瓶座的方向移动，所以有一些占星师就认为人类会进入一个有水瓶座特质的时代。荣格当时就提出这种星象跟人类文明走向的关联，他觉得这个和集体潜意识有关，而这个观点是根据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在春分点在双鱼座的那2000多年里，确实有很多大事件是对得上的。例如说双鱼座的尾巴连接的那个点刚好是耶稣出生的时间，而鱼刚好也是基督教的象征。基督教的精神跟双鱼座的博爱牺牲、消除人我界限也很类似，但是双鱼座是由2条游往不同方向的鱼构成的，也象征这个星座的矛盾。接着春分点走到2条鱼的尾巴中间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反基督的思想。这个时候陆续出现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科学家跟教会的冲突。而当它移动到第2条鱼尾的开端的时候，就到了基督教相反镜像的时期。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法国大革命跟唯物主义的诞生。荣格认为反基督是基督教的意象，也就是善良跟全能的国王投射出来的阴影。另外一个理论也算野心蛮大的，这个理论叫做同时性。如果用比较直白的说法来表述，应该是叫做心电感应或是有意义的巧合吧。它跟真的只是巧合的巧合是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段的描述有点深奥，因为它涉及物理学。他有一个叫做保里的朋友是学量子物理的，拿过诺贝尔。2个人曾经共同讨论这件事，但是另外一位很有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不同意这个说法。量子物理是讲在极小尺度里，光或电这种能量是不连续的。荣格这套说法就是扩及到日常尺度的空间和时间。科幻电影不是很常出现平行世界或是时空穿越之类的情节吗？这就是量子理论的延伸。具体的同时性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叫做史维登堡火灾。大致经过就是史维登堡隔空感应了一场火灾，后来对照细节都对，但是按照正常的时空规律，你不会感知到不同空间发生的事。还有一种更直观的例子，是有一些双胞胎可以感受到对方的感受。
荣格觉得这跟接通集体无意识有关，他倒是不觉得这个跟通灵或是奇迹有关，比较像是人本来就有这种功能。他为了咨商还发明了一套判断病患性格的测验，因为他主要的理论就是日常发神经都是潜意识被压抑的反弹。这套我觉得看起来就是 MBTI 的前身。他还认为我们会选择性格互补的伴侣，是因为那是我们自己被压抑的部分。但也因为这样，当你人格圆满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想要谈恋爱了。这就是你可以出家的时候。我开玩笑的。身边有朋友对灵性成长占卜或是性格测验有兴趣的人，一定会发现荣格的理论养活超多灵性从业者的，可能比他养活的心理咨商师还要多。宫崎骏儿子做的《地海战记》的原著小说，也跟荣格派的人格整合有点关系。他简直是灵性界的财神爷。不知道他生前有没有想过他的书会被拿来这样用，但是我还是觉得他是希望大家诚实面对自己，活出自我，所以才会选择当一个学者，而不是当灵媒。性格测验是一个了解自己的工具，可是生活的挑战还是要靠自己去突破。实体书的介绍是给考虑买这本书的人。我拿到的这本书是107年的第一刷，但是它84年就出版了，还刷了8次，应该算畅销书。它是立旭文化出版，作者跟插画都是外国人，他们应该是出版社买版权，所以才能一直印。不过以翻译书来看，它的价钱非常的佛心，才250，可能是在物价上涨以前买的。书皮是硬的，是一种充满油光颗粒感的皮，有点像上蜡的砂纸。我觉得看起来蛮贵的，而且不怕脏。里面的纸是黄色，很厚很滑，蛮好摸的。这本书还有一个很奇妙的点，就是它没有目录。因为这个是图书馆的书，所以我还特别检查了一下是不是被人撕掉。结果是它真的没有目录，很奇妙。但是因为架构也蛮单纯的，前1/3就是它的生平，后面是它的理论，所以是可以一气呵成的看完。还有一个不符预期的点是，这本书的书名有漫画2个字，但是它里面其实是插画。它的插画风格我觉得是好看的，是黑暗风格的线稿，很有那种神秘学或者是塔罗牌里面古典插画的感觉，还蛮适合他的学说。我拍几张放上来。内容的深浅度，如果说是入门的话，资讯还蛮多的，因为它列举的很完整。但是它是每个细项目只谈一点。你如果想更深入，可以找那种整本都是字的。还有，因为里面专有名词蛮多的，不认真记的话不太好懂。它最后面有一个小字典，但是还是有一些名词没有解释到。我觉得难度大概中等吧。这本书以价钱来说，整体 CP 值还蛮高的。如果你喜欢这个图画风格，然后想在入门处停留久一点，不想要马上看完的话，可以考虑看看。最后，谢谢听完的人，因为据说听完对频道的演算法好像是有加分的。我最近收到一个问题，问我《人生大挑战》全套什么时候读完？因为这个频道出现的书，我几乎都是去图书馆借的，借一次大概可以借1个月左右。可是如果有人预约的话，你就要排队。如果前面有4-5个人预约，你再算每个人取书加1个礼拜，就会排半年左右。
所以我其实很多书是读到一半就被别人预约走，没有读完。心得写到一半就晾在那里。上集其实我也不是第一次借就读完，我应该是续借了1-2次才看完的。可是那个时候并没有那么多人借这本书，这也是为什么我读的书没有很多新的畅销书，因为太多人排队就要等队伍消化完。总之我不是要弃坑，但是我真的没办法负担把我读的书都买下来的开销，所以目前就是在等我的图书馆预约。我看有一些人说书好像真的会把书都买下来，它的背景画面就会有一整柜的书，这个我是蛮佩服的。希望这个解释那位网友能接受，我们就下一集再见。